其实最难的表情管理在舞蹈里面是有道具的哦，还有所以我道具们现在要上钢管。啊！钢管有不祥的预兆。你怎么样能够利用你的核心跟你的臂力的时候，架在钢管上，你却依然可以微笑？就是你爬钢管的时候不能表现出那种。对你不能。这不是台本上没有的内容吗？进副局长自己加钱买了根钢管过来。哇塞！好，所以就是大家要单手放下来的时候，同时撩自己的头发，这样。好，我们都在大屏看。好。 My genius！ 哇！哇！可以呀！可以可以。好美哦！哇！可以可以。很好啊！表情，手放开，一只手，一只手。放开。对。 美丽美，哇！好，稍等，现在到了最高版本了。你来，大家3、2、1。不对，我刚才发现了这个里面的窍门。要用脚。对，一定要露到腿，不能穿裤子。对，穿裤子你够不到。不能穿裤子，我合适吗？来，展开，让开，3、2、1。撩头发。撩头发。有了，有点累啊。局长，我上都上不去。局长。不是，局长你会不会太帮了？局长小心！不是，转他。只看上半身。但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真的静姐，你能把这个带过来也是不容易的哈，这个托运有点麻烦的。投资很大，上这个节目。我现在带着他到处商演。上飞机只能放在过道上，大家让一让哈。你们刚才在那里那么造作的时候，郑薇依然是。郑薇，你的体验你都不注意一下表情。不，这就是我。我们刚才不搞笑吗？你笑一个，你大笑一个。这就是我生平最害怕遇到的观众。对，其实最难的不是舞蹈，是你带着道具的时候，你要依然有表情。很难啊，特别难。今天非常好，但是大家一直在讲表情管理的时候，我没有怎么发言，因为我出道以来表情管理都管理得非常好。你少来，我跟你以前录节目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以前做美食节目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观众体会不到那个东西好不好吃，不管多难吃，我的表情一定要管理得非常到位，让大家觉得是好吃的，因为大家又吃不到，这个非常难。我当年录节目的时候去到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特色是那个酸笋包。哦，我知道，那个螺蛳粉里面。就是我刚开始没吃过酸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臭。但是酸笋在做成包子以后，蒸出来一切开的瞬间更臭，然后我就开始吃，我一口气吃了3个，让我泪都下来了。我对镜头说，我不仅仅吃的是美食，我还吃的是文化。哇，好厉害哦！那期节目播了以后，大家觉得那个酸笋包太好吃了，好多观众因为那期节目跑到那个店里面去吃，结果呢，把我的微博骂翻了。杨迪，生化武器你都吃得下去？我们既然已经聊了这么多，我们想问一下静姐啊，就在什么时候更需要表情管理？女孩子可能比较在乎的表情管理，应该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吧。恋爱教学小静静上线。哇！我们要表演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回眸一笑，你知道好多男生都会
在街上叫一个女生，那女生一回头，然后男生就会被坠倒了。对，所以我们让秦牛正威来表演一下。哦，因为他就是会让男孩恋爱的那种恋爱脸。谁来搭他的搭档啊？好，薛之谦。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天哪，这福利给我给的。怎样？需要我怎样？你叫他，然后他回头。好，就是我叫你一下，你演一个回眸一笑，看看你可不可以把现场的人都迷住。那我有可能表情失控。你试试看哈。激动。OK。对不起，垮掉，对不起，垮掉。你会不会笑？哪里有叫一个女孩子牛威？郑伟，哎呀，我叫什么好？叫小鹿。小鹿好。小鹿吧，小鹿简单一点。小鹿。棒的！小鹿乱撞了，以前。怎么样？你发现他转过身的时候还是叫牛威好一点，对不对？局长要戳我。小鹿，哦，牛威。我必须说，刚刚我是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了。好厉害！当时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还是很想被你保护心里的惨痛。刚刚郑威一个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回头之后，他眼睛是看定你，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左右晃动，然后再非常清纯。对，而且呢，他的眼睛没有很过分的放电，厉害！我可以跟我的男神来一下。杨迪，男神。那我来叫你啊。杨迪，她是飒的女生，你是一个曾经抛弃他，但现在又重新想爱上他的前任。哇！天哪，我还曾经抛弃他，这个人设好不真实啊！我从抛弃开始演。OK。好，所以我以前是爱过他的。对，爱过。心宇。为什么在迷人的非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还感到胸口在打哎，结果就要这样离开嘛！哇，两个人演的都好棒啊！让我对一场。你的眼神还爱他。刚才心宇那个回头好漂亮，好帅啊！对，心宇那个转过来那个链子哦，不灵的。我刚才用了你说的方式，就是我缩掉了我的这个双下巴，我这样。啊！有用。厉害，这个也会。心宇刚刚那个表情千言万语，真的有感受到所有过去的爱，然后现在的不舍跟没有办法在一起，全部都在里面了。哎，这个节目以后导演会有多少人找你呀？今天作为副局长，我要特别替我们的女特工感到骄傲。可以。还有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还有第一次约会，第一次你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你想要对他表现出你对他是有感觉的啊，你一定会很谨慎。我今天要用什么表情跟他约会呢？对啊，我们来示范一下。我跟你讲，只要女生笑，男生就喜欢啊。比如你跟我说话，哎，我跟你说，真的，而且除了笑之外，还有求知欲，就是你再跟我说话。
我特别喜欢那家的肥肠。真的吗？好做作的女的。对啊，好做作，我想说啊，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女性一定要矜持，要矜持，要让爱是流动起来的，不要单方面一个人要生扑的感觉，这样不太好。哇，好多专业词哦，生扑。对，好，我们来请在这边最像公主的黄圣依啊，哇。我们来请还是薛之谦。我说什么？我就说前面就是今天天气真好，你喜欢这个奶茶吗？啊，你喜欢这个真好，我是有毛病吗？今天天气真好，你喜欢这个奶茶吗？有见过这种男生吗？男生在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会言不及义，他会慌张，哇，因为他会害羞，他就会乱讲话。我是欣然接受的嘛，静姐，你要腼腆害羞，腼但是放电。好吧，因为你还不太确定他对你的心意，用喝果汁的方式来传达你对他的仰慕之情。好。哎，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你平时喜欢平时喜欢喝奶茶吗？哇哦，好美啊！这个挺好吃的。这好吃吗？啊，好吃，你多吃一点哦。天哪，很会耶！天哪，哎呦，留头发，留头发。那你可不可以吃给我看一下呢？你要吃吗？啊，我也蛮想吃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口吻，像冬天的可真的蛮好喝的哦。你没有喝呢？啊，我还没喝是吧？好，好了，可以了，就是可以，这个到这边就表示。我明白什么意思了。为什么黄圣依老师会就是会那个会直播？你在说什么？勾芡呐，勾。你们看，他已经被电到了。男生被电到的时候，就是会结巴。哦。哎呀，妈呀！为什么黄圣依老师他会给你那种带电的感觉？其实我刚刚研究出来了，女生有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她跟男生交流的时候，把任何的动作放慢，那个男生就会受不了。我觉得只要这个女生就是含情脉脉的、眼泛泪光的看着这个男生，其实无论听的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刚刚那样是非常完美了，可是再有一点点肢体接触的话会更好。哇，今天天气不知道好了多少次了。真的哎。哎，你平时喜欢喝奶茶吗？喜欢啊。哦。但是我喜欢吃珍珠奶茶，这个没有珍珠哎。啊，我这里有。什么意思？就是垮掉。你喜欢喝珍珠奶茶吗？我喜欢啊。那我把这家店给你买下来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商场都是我的。耶！厉害！租金稍微便宜一点就好了。那你介意倒插门吗？这边男特工全垮，对吧？全垮。我们心宇太厉害了，招架不住。年轻女孩子可能在情感的聊天上，可能会更需要是交流性的。刚刚有一点自恋，就这个男生演一个戏被批判成这样。我来解一下，如果那女孩说干嘛的时候，男生要怎么接？男生只要说喝吧，喝吧，对，让他跟你一起喝，他就知道了。哎，接下来我们静姐来一下好不好？啊，我不要啊！好，来，静姐上，来一个。那姐姐就来示范喽。啊，今天天气好好啊。这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
啊，对，特地为您点的，您尝一下，怎么样味道？我吃到嘴巴上了吗？你帮我擦一下。哇，你帮我擦一下，太厉害了。学到了，静姐。其实你发现没有，女生啊是听觉动物，所有的女孩子对男生的声音、声调和语速是容易迷恋的。男生是视觉动物，只要这个女孩子体现出一点点的羞涩，或者是稍微把一点情绪释放在你的眼前，男生也是容易会被攻克的。我们接下来问一下狄军好不好？你觉得刚才他们的这种表情管理，或者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做得怎么样？刚才2根吸管插在同一个杯子上，这个也是一个检测对方喜不喜欢你的一个小技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舒适圈，或大或小是不一样的。当在你喝了一个东西，你放在离他比较近的位置，他并没有感觉到反感的时候，或者是被侵犯的时候，代表他真的是接受你。然后很多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观察，在为了一件事情笑的时候，第一个看向的人通常是自己有一点意思的人。因为会想要知道他是不是有跟你一起在笑。哇，你不要看我。什么叫不要看你？我这个视线没办法呀。我们今天表面上提的是一个表情管理，其实更深的一个层次，有可能是一个自我情绪的控制。我有一次去机场，看到了一个我认为最打动我的一个表情管理。一个年轻的父亲抱着一个孩子，他马上就要往里面冲，被那个安检人员拦住。对不起，你没有戴口罩，不能进去，我帮不了你了。那个人就很着急，有可能马上就要上飞机了。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最感动的表情，4、5个人同时，本来都是背对着，歘，迅速转身，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迅速打开包，很快的把这个口罩递给了那个年轻的父亲，然后那个爸爸拿到口罩之后，压低嗓音，怕吵醒睡觉的孩子说：“谢谢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管理自己的表情。所以最打动我的一个表情管理，其实是看不见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只要很真诚，你的表情一定不会被别人指责。所以，真诚的去面对你的工作，真诚的去面对你的父母亲，把这份爱永远的抓在心里，你永远不会有表情管理这样的问题，真的，相信我。第一轮提案呢已经结束了啊，3位新的特工的表现也各有自己特点。我非常希望现场的300位年轻的朋友，你们要把他们的表现都记在心里，因为最后3位当中谁能够成为留在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一位特工的权利，都在你们手上。那接下来下一个提案，好的，副局长。刚刚提案只是热身而已。哇，只是热身呐！哇，所以接下来第2趴呢，就要请到我最好的乘风破浪的好姐妹黄圣依。圣依，所向披靡。我等一下的一个提案呢，有可能让在座的所有的男性特工们有一点小情绪啊。怎么呢？我发现，再成熟的男生，都是幼稚鬼。说的对呀。在座的女生有没有共鸣？好像是对的，好像是的。基本上我身边这个男性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非常幼稚的想法。你不要再说薛之谦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就像一些节假日啊，一些纪念日啊，会送一些什么蜡烛啊，送石头啊，还有很多胆大包天。我平常在家里会有一个行动，你们会觉得我幼稚吗？啊，小老虎。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了。你戴上以后怎么样的动作呢？表情？喵。没有啊，比如说有时候乐姐她从外面工作回来，我去开门的时候，我说哎老婆，哎呦，天哪，那很强。然后跟小木木我也会是这样，跟小木木哇哦哇哦。韩哥，哎，这个算是幼稚吗？这个在家里还好，带出来现在就很尴尬。太幼稚了，对。志伟，你觉得我这样？不会啊，就如果我爸这样的话，我也会很开心。他说如果我爸这样的话，
当爸爸之后，在面对孩子，的确是会有一些幼稚，而且讲话都会变。我老公也是，他会说米粒可不可爱，要不要吃饭饭？然后我女儿就会很冷静的说，爸爸你好好说话。因为我是4月7号，我跟铁臂阿童木是一天生日，我老是到外面去说，乐姐觉得很幼稚这事儿，就喜欢好幼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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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乎你和铁臂阿童木是，哎，铁臂阿童木，我的生日跟大头儿子一天，我跟小头爸爸一天，我跟舒克贝塔一天，我的生日跟蓝皮鼠大脸猫一天，汤姆和杰瑞跟我是同月同日，哦，葫芦娃是我的哥哥，够了。太搞笑了。成龙大哥也是那一天生日啊，你这么说就 OK 一点，但你爸他们就很幼稚。但是成龙大哥没在外面说自己跟铁臂阿童木是同一天。我跟你讲，我儿子超级爱收藏这个奥特曼。我儿子也是啊。那我一直都以为是他喜欢奥特曼，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爸爸更爱奥特曼，所以一直跟他儿子一起玩奥特曼。然后你知道他们在家干什么吗？干什么呢？这样吗？他们背奥特曼的名字。太可怕了！这是什么呢？我也跟我儿子一起背啊，奥特曼的名字啊，赛罗、泰迦、迪迦、泽塔、赛文、初代，哇，你不觉得很好玩吗？这件事情必须要建立在你儿子在的情况下玩。比如说你们玩的差不多，儿子说啊，爸爸玩累了睡觉了，啊，你爸我自己玩，然后你自己在那边玩，那就很奇怪，能理解吗？局长现在化妆间自己还带2个奥特曼来每次，我有病啊我！我想说，其实这种倒不能说是幼稚，其实是特别可爱的表现。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幼稚的，可能一些年轻男孩子之间的，就是比如说很多男生特别喜欢戴墨镜，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墨镜控朋友，就是他的墨镜就是他脸上的一部分，他戴上之后这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看电影也要戴墨镜，看电影戴墨镜，然后因为为了凹造型很帅，你知道吧？然后你说话时候要这样。要这样拉起来跟你说，说完之后再这样带过去啊，这种有，这种很有，这种有，这个有。对，然后就看完电影之后，就手机明明是防偷窥屏嘛，就已经很暗了，带着手机打字不摘，然后说，哎，我手机怎么这么暗？调亮。我懂。而且有很多男生特别喜欢就是这样子走路，然后投篮。Cool。有。由于这几年接触到很多年轻艺人，我发现年轻艺人之间打招呼的方式让我看了也是觉得够了。怎么打招呼？比如说小鬼遇到蔡徐坤就是啪啪，哎，就是这样一下。对，我有看到。然后小鬼遇到那个黄明昊的以后就是啪啪，很长。啪。但是最过分是他遇到范丞丞之后，2个人是先是啪啪啪啪，那边一定要来个人。啊，来，啪。啪！哦，输掉了。而且这一套基本上弄下来半分钟，然后我就说哇，你们录节目搞这一套太幼稚了。后来我跟范丞丞录节目，发现有一个答题，我们那道题答对了，答对之后我转向范丞丞之后，我当场发现了人传人的世界。人传人，你会觉得他们幼稚吗？刚开始觉得很幼稚，后来我乐在其中。而且他们的自我介绍也是好长，因为我之前不是刷又跟王子异录节嘛，我突然发现王子异自我介绍真的好长啊！怎么呢？大家的目光就是我的兴奋剂，我是 BOOGIE 王子异 ，9% 1% 2% 6%，叭！男生有的时候他那种打招呼完全没有，他打很久，比如来看看杨迪老师来。Yo man, what's up man? Yeah, 叭。Yo hey, long time no see, yo man. Yeah.以后就这样打，我一转身又遇到了薛之谦，耶！不要了，你怎么也好累啊？男生幼稚的时候，有时候蛮帅气的。刚才那样是帅的吗？帅的呀！哇塞！还有什么你们会觉得男孩子会显得吃醋？
吃醋。哎，你们到底要男人吃醋还是不要吃醋？不吃醋你们又不爽，一吃醋又幼稚。但是吃醋的方式要吃醋的方式要用吸管，对不对？我的手机晚上如果稍微晚一点过12点响一下的话，叮，然后我老公就会说男的女的，然后如果说男的删了，不至于吧？还是说的是杀了？你没听清？删了，杀了。我爸爸有一件事是特别好笑的，小雪糕嘛，我孩子嘛，小雪糕，他是他姥姥，也就是他的外婆，和我爸爸也是他的爷爷带的。当然，他们俩带的。然后呢，一个是东北的，一个是上海的。对，他们俩永远在灌输他本地的方言。哦，比如说小朋友刚刚洗完澡出来嘛，哎，光着身子就跑出来嘛，然后就姥姥就会说，哎呀，宝贝啊，光垫儿了。光垫儿了，光垫儿了。然后我爸觉得，哎呦，光垫不行的，哎呦，擦脖了嘛，擦脖，吃脖了嘛，吃脖，就是上海话和东北话的博弈，你知道？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那小雪糕会让他拿一个兜嘛，让他从小就学会拿自己东西。哎，那个姥姥就会说是，哎，出去的时候拿个兜啊，拿个兜，拎个兜。我爸就会在旁边，哎，那只包，那只包，那只包，就是一个希望他学上海话，一个希望他学那个东北话。哦，两个人会杠起来。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问嘛，我说小雪糕啊，你是哪里人啊？啊，我上海人。他会说我上海人。然后我就说，那个是什么？我就指着那个外滩嘛，他就说，外滩呢。两种方言，他混在两个方言的中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要怎么说，懵了，总是会切在那个字里边。就我外滩呢，很好笑，好可怜的小雪糕啊。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很幼稚。我爸爸就是养成了我们家一个习惯，就一定要每天晚上坚持给我们洗脚啊！而且他会洗脚顺序很严格，第一个必须是我妈，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我弟弟。我们妈妈不在家的话，你们剩下人还洗不了脚了，得等妈妈回来，还不能睡觉啊！真的假的？打起精神来，脚还没洗，你妈还没回来。是这样，如果我特别累睡着了，他会喊我起来，一定要等我妈洗完之后再把我喊起来，一定要给我洗。必须是同一盆水吗？不是，要换水的。他的那个水会接的超级烫，每次脚一放进去，你就要直接脚跳起来那种。我爸就会把你脚摁进去，说：“哎，热水杀菌一定要坚持，高温消毒。”就我一开始不理解，你知道吗？后来就是我妈说，是因为我爸觉得我还有我弟弟都跟我妈太黏了，然后可能我爸就觉得我们关系太近了，一定要找点存在感，每天就固定有一个时间跟孩子们相处。你父亲是一个特别爱养生的人啊，超级养生啊！打扰一下，你们家的装修是就是先是帘儿啊，还有男宾部、女宾部，对不对？我们家装修。那边还有个模特是穴位的，这样。哎，这不是个养生节目啊？怎么聊得特别上瘾啊？对。我觉得男生特别认真的时候也有点幼稚啊？怎么会？不会吧？都说男生认真的时候很可爱呀。我爱人他是军人嘛，然后他是生活中对于细节他要求都特别的高。就比如说他自己每天都要健身的时候，然后他说，哎，你要不要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哦，可以啊，我试一下。然后他就很认真告诉我，这个挺直，这个臀部这样啊，然后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他很认真，觉得蛮可爱的，就这样笑。他说不要嘻嘻哈哈，你要有信念感，你要尊重锻炼，别人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来，再来一次，腰挺直，臀翘起来。哇塞，好严肃哦！在训兵，真的。张馨予好可怜。其实男生还有一个地方是很幼稚。什么？胜负欲。对哦。你知道我跟薛之谦，我帮他拍过很多短视频，我真的觉得很幼稚。在40度的高温下，让我在地上爬，跟他一起这样。你猜？我印象最深的薛老师的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吗？是哪个？他有一个拿一个品牌包，然后在那边填糖分。对，我太难了。老铁，最近我压力很大。你们都会看我的短视频是吧？对。哎，那你看过他扮女装吗？看过，还行哎，我扮女装还行。之前我看那个老薛扮女装的时候，我真实的觉得他是为了一个作品哈。后来他就找我跟他一起扮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了他的胜负欲。
真的，因为我自己化妆，你知道吗？我也自己化，他也自己化妆，然后他带来的假发给我戴那种起球的，根本就是梳不开的。然后他自己那是真实的柔顺的秀发，真的然后他的化妆心机，而且他的化妆师给他贴睫毛都不是那种像你们那种一条贴，人家都剪开那种一根一根贴，你知道吗？那么精致，天哪！你当时就是要赢过刘维是吗？就是我们俩属于那种你眼线画的浓一点，我要比你更浓两个。然后我就画眼尾，他说：“哎，你怎么有眼尾？我也要。”然后自己就画眼尾，然后我就画口红，他说：“你这色儿怎么那么正？我也要。”然后就给自己画口红，但是到最后还是我略胜一筹，真的。你少来！你是哪里来的这样的自？我真的有视频，我给大家看看。天哪！哎呦！这好了，停！哎呦，刘维，这个我输了，下一次我也参与一下。好的，明天扮女装来录好不好？明天来不及，我的假发要从国外定制。会不会觉得很幼稚？但这个行为其实是有一点幼稚的，可是还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觉得真的男生的那个胜负欲，他来自于他自己的那种自尊，他不想让自尊受损，然后一旦有这个受损，他就会觉得做出一些很幼稚的行为。录制浪姐的时候，我老公为了要给我打 call 嘛，他就在家里偷偷的就录了好多，全是无价之姐，就是自己在练习的这些画面，很可爱啊。我说为什么你要录这些东西？我说不用了。他说。啊，没关系，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姐夫啊 PK 什么的，我先做下去。已经帮自己安排好了，要用随时拿去。声音，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你还蛮幸福的。其实我觉得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没有幼稚不幼稚这一说。你如果爱他，他做什么你都能够接受；你如果不爱他，他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很烦。女孩子在别人面前说自己老公幼稚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觉得是夸奖，对吧？在这里晒幸福，秀恩爱，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身边那个幼稚的人，他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好吧？第二轮提案呢就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场是有300位年轻的朋友，不管是谁，他们的表现记在心里，然后把他们的表现化作你最后的那一个投票，所以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赢得大家的喜爱而留在现场的一个环节，所以最后的一个压轴的提案，压轴提案呢由我们最飒的张馨予特工来。来，我们最飒的姑娘。我发现，每个地球人在工作中，工作中，你不要打，让我垮下来。不是我，是他。不是我。他很过分。你下次说话不要往我这个方向。对呀，不要说人家工作中。真的不是我，是刘维。好来，3、2、1，走！霸气，来。我发现，每个地球人在工作中。工作中。对不起，韩哥，对不起。没关系，没事，我们这边垮的人多了，不差你一个的。来，馨予是哪里人啊？这口音。我是苏州人。苏州人。3、2、1 ，Action！ 我发现，每个地球人在工作中都有一个最害怕的人。对不起，你就是我在工作中最害怕的人。不是，等一下，不是，因为我的麦声没想到这么大，但是我刚才不是打嗝，是有传递爱意。哦 ，OK， 好，就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其实都是有一个害怕的人啊。研究表明，女性对于这种恐惧的敏感度比男性更高啊，所以我们女人还是蛮有发言权的。是吗？你最多，你还好意思问？我最近我真的有一个很害怕的人。谁？这个人呢，是我在《乘风破浪》中的一个姐姐，也来过我们火星这个节目的宁静姐。你怕她啥？我的化妆师啊，就给我做了一个小的设计，他在我的那个眉毛上面就画了一个小莲花。哦，我看到了是吗？看到了。那时候静姐就看到我了，就说。
哎，沈怡，你这脸上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是一个莲花。哎呀，然后吓得他说，你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啊？后来我特害怕，你知道吗？我当时特紧张，我就怕他要开始要训我，我立马就抓那个救命稻草。我一看转眼一看去可唯，我说。可唯头上也有一个绷带，是个莲花。我说，哎呀，当场嫁祸他人。不是嫁祸他人，我是要拉一个救命稻草。我说我跟他是一样的。你这根本不是，你是拖别人下水，你这样当然很容易招黑啊。我其实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有点怕我。对。很多比如说年轻人聊得特别好，然后我一进去，没人说话了，因为就在聊你。哎，我问一下年轻人，就是秦牛，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对，你第一次看见我，你会有就觉得这个人哇，害不害怕他？你就说实话。不会啊，我今天就是第一次见韩哥嘛，然后我就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啊。我把这个摘掉呢？见你的时候你也没有带这个啊。哦，那倒也是。但我确实是有一个独家，就是在你，可能见哪怕上司或者你心中害怕的人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小诀窍，帮他洗脚，对不对，老板？对，这个可能我不是很好说。这个，来，你悄悄告诉刘维，短一点，我怕我记不住。哦，是这样啊。你说吧，这个诀窍是什么？他说，哎，他说啥？哎，我们大家好想听哎，你别卖关子了，刘维。他说要想皮肤好，天天得泡脚。什么啦？不是这个。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怕这个人的话，你就想象他上厕所的样子。所以说，如果我很怕韩哥，我就想象韩哥。哎，有点道理的，他是有点道理的。这个只能自己心理暗示，应该是一种哈，就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他都有他非常非常平常的一面。等一下，请不要想象我上厕所的样子好吗？我承受不了。你不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根本就没往你这想。对呀。你一说，我跟你说，我都没有空。怎么样，老薛？你有什么让你觉得除了我之外？我不是害怕谁，是别人比较害怕我。有一种人在我们圈里面有一种人特别害怕我，这种人叫录音师。录音师啊，我知道你好刁钻。你遇到我你就死定了。是的。我录音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一般的歌手的话，2到3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7个小时，他一定唱累了。我录起码一首歌3天。你但凡在圈子里人问到薛之谦来录音师就疯了。你刚刚说的特别害怕的那个人就是韩红老师，你知道吗？他跟我最近唱一首歌叫《小尖尖》。我知道。这首歌韩红老师基本不给别人录那么多时间的，因为他唱的实在太好了。他进去2、3遍，大概一看是2、3个小时搞定了。他遇到我，他疯了。我在外面，韩红老师，我们再来一遍。韩红老师，我们再来一遍。老薛，你干啥呢？他疯了，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录音需要录那么久吗？他说不行，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就录3个小时。他穿着外套就要走，我就拖着他，我说哥。你完了，你完了！不是哥，我说姐，你别走，求你了，姐，你等我一下，我进去啪弄很久，我是唯一一个拖了他大概录了10个钟头的。但是他虽然说不录，但是他就在沙发上等我。当我全部弄完出来再看他，他还真的在。来，就来了，我信了。来，我说哇姐还差一点点，感动我，come on。但是录完他是很开心的。哇，算你狠。你觉得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吗？他就是奔着不用再合作了。哦，我特别怕我的经纪人总监，我有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助理，还有经纪人总监。这些虚无的职位是用来干嘛的？他们仨互相管，谁都不管你。比如说，哎，维维，很久不见哦，好久不见哦，来，抱一下来。你胖了，就突然掐住我的肚子，然后说好，最近胖了。你刚掐刘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赘肉？对，我掐到了。很多经纪人会特别严格的管理女艺人的一个身材，这种很可怕。有一次下飞机，我就随便披了一个衣服，然后头发也就很乱，就下来，然后被拍到了。
然后就上热搜了，就是说叠穿失败。哦，就这个。哦，类似这哇，个。真的好失败哦。这个是我的常态，我只要去机场都是对啊，这样。老薛不经常这样吗？哎呀，做一个谐星吧，机场没人拍。你求人拍人都不拍。唯一有一次拍我，因为是后面拍谁，顺便拍我。我说拍我吗？你是在拍我吗？我都懵了。当天还出了个新闻，杨迪在机场面对街拍不知所措。哎，那我要讲我前助理的迷惑行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比如说他的名字叫郑薇，开玩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说郑薇，哎呀，迪哥欧巴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当时觉得完了，好像找了个不太对的人。比如说帮忙去找一下什么裤子啊。好的。啪啪啪。他找东西都永远是这样子。没有，绝对不往下翻，绝对就用肉眼在面上看。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衬衣有点皱，需要他帮忙熨一下啊，他就拿着衬衣，然后我的化妆师在那儿熨，然后化妆师说翻一面，他整个人转过去了。那他没烫伤啊？我的化妆师气得我有个助理也是，我说哎我好热，那个有没有风扇？啊，他说哎我手没有了。然后这些小事儿就算了，我最怕他就是点菜，因为点菜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是吃好了才能更好的工作嘛。然后他就一大早上肘子夹饼。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肘子夹饼，就是那个烧饼夹一个大肘子。我们就说不点这个，就正常点早餐就好了。他回去以后还很疑惑，他就问他妈妈：“妈妈，我点这个肘子夹饼，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对呢？”他妈说：“你一大早上吃肘子。”他妈还骂他。但是后来我们就不让他点菜了嘛。但有一次有点疏忽了，因为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是很多艺人都在一个大的化妆间，一个菜单发过来，大家各自点菜。然后他就帮我们点菜，一时疏忽又完蛋了。一到我的餐桌上，我一看中间有这么大个肘子，他爱肘子，而且那个肘子是猪的，从这儿到这儿，我的天，很完整一根杵在上面。那道菜名字叫做富贵圆蹄，知道吧？整个胳膊富贵圆蹄，然后周围是那种雕花，有些那种。我的天！你见过哪个艺人化妆间有那萝卜雕的那种凤凰？太恐怖了。然后呢，别的艺人就来了嘛，大张伟他们都进来，哇，硬菜硬气杨迪。后来我就问那个妹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点肘子呀？为什么要点这个富贵圆蹄？她说，我听这个名字觉得好好听，我想看一下是个什么菜。但是后来他自己请辞的，因为他说没肘子吃。我们聊了这么久啊，就是团队里面最害怕的人，包括自己生活当中最害怕的人。我觉得女性会比男性更加敏感一些，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会给我们说30岁以上或者哪个年龄段的女性贴一些标签，会告诉我们你不能做这些，不能做那些。还有些人说，如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是你的弱项，但我觉得只有了家庭，你当在外面经历了一些风雨，你才会有个港湾，才能回血。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要勇敢的用它。我不认为这些标签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对，真的是这样，不要给我们贴任何的标签，就是我们想怎么样去活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怎样去做，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我觉得让他们闭嘴吧。其实我就有被人家讲过啊。我在浪姐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人就会说伊能静妈里妈气的，这个是带贬义的啊。可是你从来不会说一个男人在职场里亦父亦友这件事情，你会攻击他。你会说我特别感谢某某某种，他就像父亲一样引领着我。你认可一个男人亦父亦友的引领你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能认可一个女性亦母亦友的在你身边陪伴你呢？所以。说得好。哎，以后你们夸我就说韩哥特别霸里霸气，听到没有？霸里霸气，霸里霸气，爹里爹气的，爹里爹气，爹里爹气。最近刚买股票，你怎么说我爹里爹气？
刚才年龄最小的，他举手示意了，我天哪，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给女孩一些刻板印象，还有标签，比如很常见一句话，可能就说好看的女孩子没脑子，但其实有很多好看的女孩子，能让你看到她好看的时候，就说明她是动了脑子的，就是变聪明也是一件需要动脑子的事情。哇，这句话说得漂亮，让你能够看到她美丽的时候，证明她是动了脑子的。哇，这个好。